为什么中国社会强调孝顺的文化？为什么西方文化是杀父的，而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的章节是中国人的代际关系、杀子的文化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人的代际关系，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，因为家庭是人出生与成长的地方。人在长大了以后，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，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。中国人既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搞家长式的统治，在上者必须像亲子关系一般去亲民，在下者对政府抚养之恩则必须心怀感激，将心底交给他。因此中国人从小在家庭中养成的对待权威的态度，就成为了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一个关键。西方人的代际关系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代际关系，可以用弗洛伊德提出的杀父恋母的心理纠结这个概念来概括。用这个神话来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，当然只是比喻性质的，它只是象征性地说明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，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，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，并且将老的一代完全淘汰，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。此外，为了让自己的独立人格出现，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，以便让自我浮现，而这也是将自我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的唯一途径。因此每一代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地位，都能让自己的潜能完全盛开，而且都有自己新一代的新风格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是每一代都成为不受上一代牵扯的独立单元。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，当然就是代际间的不和合。这种倾向与每一个人为了确立自己的个性而形成对抗性人格的措施，是具有文化结构关联的。西方人代际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关系。这类断裂式的代际关系，并不是下一代单方面要求的，上一代对儿童教育的方式，也是为未来的这个断裂铺路的。与中国父母让未成年的子女和自己一起睡的习惯不同，西方人从小就训练子女独睡，让他们不要出现常常与别人在一起的需要，以便培养独来独往的精神。此外，与中国人将成年人儿童化的做法不同，西方人往往用对待成年的态度去对待儿童，以便造成人格平等的态度。这种种措施都是准备与下一代断裂的。一对美国家庭中的父母告诉我，我们并不将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，他们只是上帝暂时托管给我们的。因此他们整个教养子女的方式，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而设计的。如果为了感情而不愿意让子女离开自己，并去造成他们对自己的过分依赖，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那样的社会中，就等同于害了孩子们。显然地，整个新教文化是诉诸大脑皮层左半部分的功能，因此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的理性组织。他们一代对一代的教养，也是去培养这样的人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就必须将人情的因素相对地减弱，结果就自然造成了代际之间不亲的关系，以及整个社会人情水平的低落。在任何人类的社会中，代际关系总是紧张的，因为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既定权威的地位总是会形成一种威胁。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，东方与西方却提出了不同的途径。西方人让每一代都能够完全确立自己，因此就必定将上一代排开，而代际关系也必定成为断裂的。对这种安排，上下两代都不会有异议，因为大家都有机会轮流当上一代和下一代。既然每一代都想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，因此就必须将上一代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解除，而自己也不想去过分地将意志强加于下一代身上。至于中国人对代际关系的答案，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，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，才称作是孝顺。因此他们以孝与不孝来定义孝与不孝，而孝就是相似的意思。结果当然越推越古，演变成崇古心态。这当然又是中国文化中和合倾向在作祟，因为强调和合，才不准有断裂之势的出现。此外，中国人又是搞仁者爱人也的，
个体基本上没有合法性，它必须由外力加以制约，才能向它下定义。因此，不论是上一代与下一代，都必须将自我抹杀掉，而摆出处处以向自己下定义的对方为重的姿势。结果，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，每一代都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，又去将自己的下一代再抹杀，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铲平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结果做到跟大家一样，与政权一致，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。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，而永远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，每一代都展现出波澜壮阔的新事物、新境界、新天地。结果，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，每一代都在被上一代抹杀了以后，又去将自己的下一代抹杀，并且还将自己被社会大众铲平了的个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结果做到跟大家一样，与政权一致，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。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，而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像西方那样，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、新境界、新天地。杀子的文化，如果西方文化算是一种杀父文化的话，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妨被称为杀子的文化。杀父的文化并不能算是死亡崇拜，因为即使在自然界，行将枯萎的事物也必须向新生事物让道，才会保障自然界的生机的延续。至于杀子的文化，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死亡崇拜，因为它将新的生机加以摧残，去滋润行将就木的朽物。鲁迅在5·4时代就指出过，中国人从老到死，却更奇想天开，要占尽了少年人的道路，吸尽了少年人的空气。5·4启蒙运动以及其后的共产党运动，能够成为吸收青年一代精英分子的焦点，实在不足为奇了。然而，当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逐渐进入老年之后，似乎又有重蹈覆辙之举。确实，5·4是一个在外来思潮激荡下产生的时代，因此它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。然而在这个时代中出现的代际关系的对比，似乎只是一个一次就完的现象，它并不能在文化中获得制度化，除非向文化的深层结构动大手术。在民国时代的政治活动中，已经出现了许多这类的事情。老奸巨猾的老年人躲在幕后，操纵热血的青年去冲锋陷阵，去杀头，去作为火中取栗的工具。这些老年将士利用年轻人的鲜血，去猎取的就是高官厚禄。在文革期间，不同派系而相互武斗的红卫兵，不久也成为了官僚与军方不同派系之间权力倾轧的工具。他们利用青少年的鲜血来确保自己的权威，甚或染红自己顶上的乌纱。因此，在文化行为的文法规则方面基本上相同，也就是说，在底层源代码层次都是一样的。至于在今天用听话与否而不是凭才干或个性作为提拔后进的标准，就更为明显了。在一个政治挂帅而又各属派系的体制中，这个倾向非但不可避免，而且是被制度化了的。这些情形反映了代际的政治关系。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代际间关系当然不至于如此的血腥。在国内，父母阻挠子女自由婚姻的事情仍然很多，而且有时还受到法律的支持。然而，据一些人说，在生活方面的事情是要看上一代凶还是下一代凶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的社会性安排，造成的结果是保证年轻人永远也不能自立，而每一代都不要开花结果。中国人上一代只希望子女早一点赚钱，贴补家用，而不要循着自己的选择的路去发展个人。在中国文化中，个体倾向于被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。